沈女士，今天相亲对我印象怎么样？眼前的相亲对象和我那个不修边幅、桀骜不驯的亡夫顾怀哲完全不一样。啊！哼，哪家姑娘跟你似的，怕脏怕累怕吃苦，那么多臭毛病？顾怀哲，你凶什么凶啊？我就想过得好一点，有错吗？我要跟你离婚。哎，离就离，你这大小姐老子还不伺候了。我们相伴5年，我也嫌弃了他5年，却在他死后用了足足10年的时光来怀念他。沈女士，沈女士，沈女士，对不起，你很好，是我的问题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是钟离月？你在这里上班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工作期间不允许和客人聊天。曾经，他也是跟我一样，被父母娇惯着养大的，如今却……当初若不是顾怀真牺牲后留下一个烈士遗孀的身份为我遮风挡雨，我恐怕在那个年月中都活不下来。嫂子，对不起，顾团长的牺牲。喂，醒醒吧！又怎么了，我的大小姐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咱们就直说，别在这里哭哭啼啼的，整得跟我欺负了你似的。也不是我非要逼着你来随军的吧？你要是不想待在这里，我明天买船票送你回去。你要想离婚也成，爸妈那里我去说清楚。整整10年了，为什么直到今天你才肯入梦啊？行，谁爱伺候是伺候，老子不干。顾怀哲，千重万重，又落入谁的心怀？我要下去深情的独白。你是人吗？哼，老子不是人，难道还是鬼啊？是鬼也没关系。顾怀哲，你抱抱我。回忆尽头，你站在门外，守护我所有期待。你这是投怀送抱？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明天起床发脾气，可别对着我发啊！
就是发脾气也无所谓了，反正我这辈子就算死在你身上都值了。醒了就醒了呗，还装什么睡？我都看见你眼珠子在转了。怎么，昨晚对我表现得太热情了，不好意思了？其实你也喜欢的对吧？哎呦，沈一堂，你有谋杀亲夫啊？行，你咬吧，咬完就别再生气了。我昨天晚上可是出了很多汗，没有洗澡的，你不嫌脏的慌？咬，来，滚！顾怀征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！骗你啥了？你现在和我相亲的时候长得不一样。我不娶沈一堂，谁答应的谁娶。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那定好的亲事怎么能改呢？人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见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娶资本家的小姐。资本家的小姐。哼！哎，你这孩子！老子这辈子就要这个女人了。哼，不是不娶资本家小姐吗？她就是我未婚妻。顾哥哥好。沈妹妹好。这两家结亲以后，沈家人发现了阿征的真面目，会不会怪我们骗婚呢？你这就是骗婚！不装一下，你会答应我吗？无赖！我刷过牙了。哎，你刚来海岛也累了，多睡一会儿吧。对了，还有这个床单，等我回来再洗。原来真的不是梦，我重生到了与顾怀征结婚后刚来海岛的日子。上一世，爷爷动用救命之恩让顾家娶我，可是我却向往自由恋爱，还因为海岛的恶劣条件和顾怀征争吵不休。如果不是当初和顾怀征结婚被他护着，在动荡混乱的年代，沈家被下放，我过得只会更惨。既然重活一世，那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，在这个海岛上好好生活下去。就是破海岛，谁爱他谁他吧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
快点儿，怎么还没好啊？不就是个公共厕所吗？别人能上你就不能上？不就是公共厕所？你要不要自己去看一眼啊？根本就没有能下脚的地方，里面还爬满……我只不过想上个厕所，我不过就想上个厕所。哎呀，好，我的祖宗，我这不是在给你盖厕所吗？那你什么时候能盖好啊？我现在就想上，怎么办？家里边有痰盂，先用那个解决一下吧。哼，小祖宗，厕所修好了，用起来怎么样？啊，还行吧。还行吧。哇哦！这不是也挺会讲究的吗？所以当初那些手不洗、脸不擦、埋头大口干饭的模样，是故意做出来恶心我。这衣服就不用洗了吧？今天下午还要训练呢，一天换几身，你又不给我洗。谁让你换了？少废话，吃饭。你要是天天都像昨天晚上那样乖乖的陪我睡，你想让我怎么讲究，我就怎么讲究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哎，我睡我自己媳妇，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怎么难听了？现在我刚来海岛，没有人知道我和顾怀征是夫妻。上一世就是因为我资本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影响了顾怀征的升迁之路，否则他也不会英年牺牲。这次不能再重蹈覆辙。顾怀征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你什么意思？对外呢，就说我们两家是邻居，我被下放到海岛，父母托你照顾我，这样对我们俩都好。沈一堂，你要是不想跟我过，你就直说。哎，好了，先吃饭吧。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没错，我这个人粗鲁又俗气，配不上你这样的金尊玉贵的大小姐。你要是不想待在这里，我明天就买票送你回去。顾怀征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是不是又像以前那个样子？你跟我老丈说死就死，然后丢下我一个人熬过凄冷又孤寂的10年。什么之前？顾怀征，我讨厌你，我讨厌死你了！你就知道跟我作对，就知道给我送走。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？你就不能哄我吗？哎，我对你不好，我巴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你，我对你不好？你弄疼我了。你就是对我不好，你就是老跟我作对，故意气我。哎，你这个人说话要讲良心啊！你都嫌弃我嫌弃成啥样了？我哪里还敢自作多情？
我做什么都是错。雨中的城市，世界都静止，思念不见天日，却拼命掩饰，因为舍不得你，爱恨交织。面和阳光不过1公尺，热恋和分手不过一阵子，只望但爱深浅总不懂何时。你给的结局不留情，干嘛呀？大白天的！谁知道你突然抽了什么风，又对我投怀送抱？万一等会儿你清醒了又反悔了，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不要！你昨天还痛呢。哎呀！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你给我等着。那我说的隐婚的事情，你答应吗？答应，但是在家里必须过正常的夫妻生活。好。望着嗰一片滿懷無人無真要命啊！这辈子算是栽在他身上了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。我高兴，不行吗？遇上什么高兴的事了？说给我听听。就是觉得过日子不该怨天尤人，要珍惜美好的现在，平静的生活吧。以及我身边很好很好的人。难得呀，你不怨天，不怨地。不可以留住昨天，留下只有誓言。我先去打饭了，今天食堂加餐红烧肉。哎呦，顾团长又去打饭，这一天天这么费心照料邻居妹，也不见人家给你订碗热饭。我就爱吃食堂，你管得着吗？这顾团长也是可怜，像是请了个祖宗在家供着。这人一天也不会伺候别人，反倒让别人来去伺候他，你说有啥子办法哦？别个啥子？资本家大小姐哪是会干活的人呢？而且，别个都遭下放了，还不好生改造，我也是没搞懂啊。那个顾团长非得把那个资本家大小姐弄到这儿来，又不是娶了婆了，至少能够掏心掏肺的嘛。哎呀，我虽然出身不好，但是我命好啊！爷爷对顾家有恩，虽然被下放到这儿，还能遇见顾怀征这样的人照顾。哎呦，我这个福气呀，连我自己都羡慕呢。有些人可不要太眼红哦。你啥子意思嘛？哦，要得，老子看顾团长能忍得到你好久。就是，
我看你这个资本家的大小姐，如果顾团长不在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你个大男的，嘴咋真碎了？这是人家家事，你瞎喊啥嘞？还有你哦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，也不嫌害臊。顾团长愿意照顾他，那是因为他是顾团长的媳妇儿啊。我和顾怀真结婚的事情暴露了。江苏叶，你莫胡说八道！我跟你讲，顾团长哪个可能娶一个资本家？沈家妹子长得排场，穿的又好看，跟顾团长又是邻居，这叫啥？青梅竹马。顾团长将来不娶她娶谁呀？你呀，都是没人家命好。还不嫌丢人？回家。淑英姐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我勒个老天爷，咋会有人美成这好劲儿啊？没事，这有的人呢，他都是嘴碎，你别管他们，我先去忙去啊。好。好，走了啊。拜拜。哎呀，上一世啊，根本无心跟别人来往，更别提交朋友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打入军嫂圈内部。你怎么还不去洗澡？给睡不？给睡就洗，不给睡就不洗。反正我又不是你这样的大小姐，用不着天天洗。我看你是一辈子都想打地铺，再也不上床了吧？那是不是我洗干净了，你就让我上床睡？媳妇，等着！哟呵！这没错是不会怀孕吧？虽然这辈子我也想好好的经营这段婚姻，但顾怀真不久以后就会牺牲，万一无法改变她的命运，我一个人怎么敢背负抚养一个孩子长大的责任？怎么了？顾怀真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你先说好，不许生气。好，说吧。我不想生孩子。只要你一直对我这么好，不生就不生呗。你不想传宗接代？我自己就是个熊孩子，我太知道生个熊孩子能有多麻烦。反正我哥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到时候他生的孩子就是我生的孩子呗，这不一样吗？你不会让我一直打地铺吧？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做避孕套，有了它就不会怀孕了。你想办法弄来。这我怎么想办法？那我不管，弄不到的话，那我们就盖着棉被纯聊天吧。你可真狠呐！那我也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明天我准备请李阿姨来当保姆。
姆？上一世就是请来的保姆李金平害死了顾怀正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不是你要求的吗？上辈子我闹着让顾怀正请保姆，结果请了一个煞星。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呀！那资本家大小姐，我怎么跟都不满意呀！哎呀，天天欺负人，顾团长，有人举报你和你的家属剥削劳动人民，甚至还有虐待保姆的行为。我奉命令，依法传唤你。下去了。你要先起来了。如果是虐保姆这件事，顾怀真就能升迁成功，就不会因为被处罚却救灾牺牲了。这件事是我的心结，总觉得是我的任性和贪图享受害了顾怀真，这辈子绝不能让李金平来到这里。顾怀正，我跟你说，你绝对不可以请保姆。你要是请了保姆，你就休想碰我了。好，听你的，不行就不行。石强，快！他怎么只听我的话？不管了，我决定了，这辈子学习当一个好妻子，从学做饭开始。回来了，我请隔壁的淑英姐来教我做饭。你学做饭？为啥学做饭？既然都成家了，那自然是要好好过日子了。每天吃食堂像什么样子啊？你说要好好跟我过日子？你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哎，你放开，身上都是汗，臭死了。我高兴。高兴什么？你说你愿意跟我好好过日子，愿意做饭给我吃。原来你也想好好过日子呀？我还以为什么？我以为你满脑子只有那种事情。当然那种事情也重要，如果天天都能做那种事情，哪怕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什么都不做，还是一样嫌弃我，我也对你好。是，总是有毁一切完美气氛的故事。这是怎么弄成这样也不说？我都痛死了，你还凶我？不是，我没有凶你。痛，轻点儿。你干什么？会被人看到的，快放开我！我保证，绝对不会有人来。顾团长，身夹妹子在家吗？顾团长，身夹妹子在家吗？哎呦，他俩也太般配了吧！这他俩要是一对儿，该多好呀！我来啊，给恁送点菜干尝尝啊！谢谢嫂子。谢谢淑英姐。嫂子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我先回家了啊！好啊，再见。都怪你，我都没脸见人了。把之前的事情办完。那个东西没到之前，你不许。
糖糖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答应你的。别着急啊，明天给你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明天。哇，好香啊！这是做什么好吃的？这是我们家乡那边的特色，煎烂糊饼。哦，这个还挺特别的，有什么说法吗？这早上不能吃太硬的东西啊，那得吃点软和的，养胃。那我得赶紧尝尝。怎么样？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烂糊饼，太好吃了！我媳妇手艺真棒。真的吗？那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明天早上再给你做。哎，好吃，但是别做了。我心疼你的手。切，油嘴滑舌。再吃一口。不。走啊！吃了吗？吃了。哎，顾团长，哎，你咋知道我妹妹给我做了早饭，是煎饼，香得很呐。顾团长，我没想问你姐。哎，我买的东西到了吗？哦，您的东西明天早上应该会到岛上。顾团长，到底是什么呀？让您天天来问。不该问的别乱打。顾团长，我早上做了煎饼，你尝尝。顾团长，你可真有口福。你看这未来的团长夫人对你可真好。我好吃。哎，媳妇，松开！去找你的未来团长夫人，找我干什么？再被人看见，看见了咱俩就公开。媳妇，我错了，我发誓，我顾怀征这辈子要是对其他女人动过一点心思，我就不得好死。哎，不许说死！我问你，你跟那个人是什么关系？1年前，台风引发了海啸，你知道，我身为人民子弟兵，那肯定是要带头抢险救灾的。在这场海啸中，我救了一个差点被海浪卷走的姑娘，这姑娘就是武红梅。你知道的，这种情况下，不管是谁我都会救的，这是我作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。这事儿你做的没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武红梅可能对我有点意思。那他对你示好，你有明确拒绝过他吗？还是说你给了他希望，他才会继续这么做？我只要你，我对你是一见钟情，我这辈子只喜欢你。哎呀，把这件事情解决清楚了才能碰我。那我马上去找他说清楚。顾大哥，武红梅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难道是要跟我表白吗？顾大哥，你说……武红梅同志，我不管你之前对我抱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我必须跟你说清楚，我不喜欢你，而且我有喜欢的人，我只会跟他结婚，请你立刻死心，并且以后再也不要有不恰当的言行了。顾大哥，为什么？
你不是给我写了情书吗？这事岛上都传遍了。这纯属造谣！我什么时候给你写过情书了？顾大哥，你忘了吗？以前我给你做好吃的，你都会吃掉。我给你收拾屋子、洗衣服，你会给我写纸条感谢我，还会给我留一束野花。顾大哥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哎去，这个人他不是我，是何长华。哎，顾团长，走啊！哎呦，你来的正好，走啥走？我跟你讲，你一直念叨的跟你送吃的、洗衣服的田螺姑娘就是武红梅。以后啊，请你们俩锁死，有什么问题内部解决，不要再牵扯到我身上，明白啊？好吧？哎，顾大哥，不是这样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下都搞清楚了，是武红梅搞错了房间，传错了字条。反正啊，不关我的事儿，以后不能再因为这个事情跟我闹脾气了。今天我表现得这么好，有奖励吗？嗯。终于到了。顾团长，你藏了什么好东西？这么神秘？没什么。哎，你的天楼姑娘追到了？正在追呢。好东西给我看看呗。不给。看看吧。哎，动手你！抢着了你！走开！顾团长，到底是什么宝贝让您这么护着？我买的雨伞，一把雨伞，你至于这么藏着掖着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我打仗的利器啊！行。哎，东西已经到了。那个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先别着急啊。你倒是快说呀！你这个样子我能不着急吗？就是那个东西今晚可能用不了，你先别拆。为什么？我大姨妈来了。大姨妈？你还有大姨妈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在哪儿呢？你客人来了你也不说一声。哎呀，不是那个大姨妈，笨蛋，是月氏。不是。真的啊？你该不会是在玩我？我也不想的呀，可是他要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但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。哎，嫂子们，这是我从家里寄来的点心，大家尝尝。耶，那城中小人对他多好，这可是城里寄过来高级点心啊！来，尝尝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好好吃哦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点心了，之前都没吃到过。小沈啊，以后你得多来找我们聊天啊。好呀，我正好想跟大伙学学做饭和织毛衣呢。不急。哎呀，慢慢来。我家还有茶叶，我拿来给大家尝尝啊。这城里来的大小姐啊，跟画报上的仙女一样好看。哎，你看她头发扎起，真好看哦，皮肤好白哦。
难怪顾团长呀会这么疼爱这个邻居妹子，换谁不疼爱呀？是啊，你们说团长现在单身，会不会对小沈有意呀？耶，我觉得是了，郎才女貌，早晚得成一对儿。回来了。啊，淋湿了，你快去洗洗吧，免得感冒了。好嘞。衣服在凳子上，记得换。顾先生，可以邀请我跳一支舞吗？我的荣幸。我听说你混入军嫂权内部了，这还是多亏了淑英姐，还好有她帮忙。我还以为你混不进去呢。你瞧不起谁呢？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那之后都是要在这个小岛上生活下去的呀。人际关系自然是最重要的。我和岛上的人们都搞好关系，到时候不仅无聊的时候可以聊天解解乏，遇到困难还能一起解决。那我倒要好好看看。看什么？这么漂亮懂事的女人，是谁的媳妇呀？先吃饭吧。待会儿再吃。我费了很大心思。怎么了？应该是停电了。顾团长，不好了！顾团长，有紧急任务！这雨下的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出去看看。你在家里面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顾团长，走，走。这个时间，不就是上一世发生洪涝，顾怀征牺牲的时候吗？这个时间，就是上一世发洪涝，顾怀征牺牲的时候吗？真的跟上一世一样，那洪水很快就会漫进来，我得赶紧做准备，为顾怀征争取时间。
这样就能够净水了，也不像上一世被蛇虫叮咬。小泉妹子，我过来给你送个伴儿。哎，耶，你可家咋穿成这好劲儿嘞？这么大的雨，我怕咱们这儿也会淹，先做好准备。待会儿如果要出门也方便。我的娘嘞，你可别吓我呀！淑英姐，你也赶紧回家准备准备，孩子淋湿了容易生病，真要撤离肯定带不了多少东西，还是人最重要。只带些紧要的物，其他东西尽量放在高一点的地方。快去快去！中，那我赶紧回家，记得通知其他的嫂子们啊！中，来，快进去。华筝，夏主任，雨太大了，咱们得撤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出发。咱家的戏碗都在这儿了。小机灵鬼，哎，干啥去啊？把这个拿上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还想这个？这要是真淹了，得等上半个月呢。快走吧。哎，我背你。哎呀，东西呢？哎呀，这让我这么大了，吓死了！这吓死了！刚刚都把我，这怎么办？家里什么时候能是啊？胡说！你这家里这都咋整啊？这个这么惨不就刚买了一个电视啊？哎呦，嫂子们，这个你们拿着先吃啊。不用，你留到吗？哎，我忍忍就过去了。嫂子们身体不好，不能饿着，你们先吃啊。赶紧拿住吧，都啥时候了，别作假了。这是吃点，真厉害啊！我亏了，是啊，你说这，淑英姐，来，这个给你。哎，小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你一个下放的资本家小姐，你耍什么威风啊？爪子！哎呀！你干什么？顾大哥，这食物本来就是军人家属的，他凭什么拿来分呢？因为他就是我的家属。因为他就是我的家属。家属？沈家父母把沈妹妹托付给了我，她就是我的家属。都是嘞，兄妹本来都是一家人，沈妹妹有东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就是啊，就是。哎，要不是小沈给我们带吃的，我们都得饿肚子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啊。顾大哥，吴梅同志，现在是抗灾的关键时刻，请你端正态度，不要引发群众躁动，否则按军令给你处分。哼，就是。哎，这什么人呢？就是。那好，恁分着吃。哎，再吃一点，快吃点，饿死我了都。你尝尝这，来，给，拿出，谢谢。你尝尝这。我不饿，先让孩子吃。我们谈得真好，跟你学的呗。要不是你提前通知嫂子们做好准备，为我们节省了时间，恐怕我们还没上山就被洪水淹。不许说那个字。
堂堂变成熟了。军人家属，他不只是一个头衔，我知道他代表的分量。我得向你学习，以身作则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，得让你顾怀征有面子，不给你丢脸。等我晚上回家，我就要用那个好东西。怎么满脑子都是那种事啊？淑英姐，你拉我来这里做什么呀？接收去啊！你不着急啊？快走吧！我都知道你脸皮薄，特地拉你一块儿去。可这附近也没有厕所呀。哎呦，这遍地不都是厕所吗？不，哎呀，赶紧走吧，我憋不住了。走，顾怀征，我不干净了。谁又欺负你了？谁又欺负你了？好了，没事的，不就是踩到便便了吗？我已经擦干净了。哎，水退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终于回家了，水退了，回家。这神慢的也太厉害了，咱们得赶紧规制规制，不然都没落脚的地方。走，去换身衣服。哎，你去休息，我来收拾就行了。我帮你啊，还能快点。哎，过来，坐下歇会儿。从山下走回来这一路已经够累了，我娶你回来是让你享福的，这些搬抬的活儿我来就行。那我来当监工，看看你干活干的认不认真。哎，早点收拾完了，把昨天晚上没干的事情给干了。你就不能想点健康的吗？哎，这事儿咋不健康了？顾团长，您老家来人了。谁呀？有一位叫李金平的大娘在码头等您。我过去看看。哎，李金平怎么来了？这李金平怎么会突然来海岛？难道又是为了顾怀征？秀梅，你听妈的，你得把握机会嫁给顾怀征，这样啊，咱娘俩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征哥哥娶我的。不行，上一世的亏，这次不想再吃了。哎，李大娘，这家里边刚遭了灾，您多担待啊。哎呀，阿征啊，知道你是最有出息的，年纪轻轻的就当团长了，搬了一个这么大的房子，
再过几年呀，可不得了了。真哥哥，你可真厉害啊！真哥哥，真哥哥，哎呀，这两位是？哦，这个是李大娘，我从小一直被她带大的。这是李大娘的女儿，叫方秀梅。哎呀，李大娘好，这一路真是辛苦你了。阿正啊，这是谁呀？哦，我邻居家的妹妹沈一堂。大娘，那个秀梅是吧？哎，这一路真是辛苦了。来，进屋吧，我给你们倒水喝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喝过了，不渴。这船上呀，风大浪大，这颠的呀，骨头都快散了。我去屋里躺会儿啊。哎呀，这昨晚的风雨实在是太大了，那房顶都弄塌了，被子也全湿了，你看那玻璃都碎了。哎呀，这实在是……大娘，您自己看。大娘，你们也看到了。大娘，这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要不我还是带你去军区招待所吧。阿正，订什么招待所呀？多浪费钱啊！我们娘俩呀，把这房子收拾收拾，就住一晚，凑合一下就过了。不行，不行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李大娘，那你们来的是客人，哪能让你们干那些脏活累活呀？再说了，这天马上可就要黑了，今晚您必须找个安稳的地方落脚，还是招待所吧。你又不是这家女主人，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秀梅，这话过分了啊！怎么能说这么重的话呢？阿正，你这是怨我呀？秀梅，人家才是一家人，咱们是外人，咱们走。跟上一世一模一样的死腐鼠。大娘，让他们走。程哥哥，你看到了吗？他赶我们走。妈，阿正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就这么看着外人欺负我们。哎，我可没有欺负你们啊！你们也看到了，这屋子住不了人，又不肯去招待所，那只能回老家了。这屋子里这么多活，我留下来帮你收拾收拾。不用。哎呦！等，大娘，我走不了路。我先带您去卫生所看看，再带您去招待所好好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我妈现在根本走不了路，还是就在这儿休息吧。这闪着腰了是吧？这更得去卫生所了，这更不能耽误这伤了呀！咱现在就去，来，走，哎呀，快走！啊，我们不住在真哥哥家里，我还怎么有机会跟他亲近啊？你放心，妈有办法。不过这个沈一堂还真不好对付。哼，这资本家大小姐哪像会照顾人的，就知道自己享福，哪管别人死活呀。哼，她住在顾家就是为了勾引阿正。秀梅，你多个心眼儿，别让沈一堂抢了先。真哥哥怎么会看上资本家大小姐？
一定是他沈一堂，他赖着不走。妈，我们得想办法，赶紧把沈一堂赶走。哎呀，你急什么？一会儿啊，我去跟阿珍好好说说，你在他面前好好表现表现，让他知道啊，你比沈一堂能干会疼人，还是以后可以嫁给他的人。沈一堂，怎么还没排到我们呀？这郑哥哥不是团长吗？你就不能让医生先给我们看吗？团长就能为所欲为了，领导更应该以身作则，不能以权谋私。顾怀征的名声可不能败在你们身上。妈，你看他根本都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怪不得别人说阿正家住了一个性格骄纵的资本家大小姐，就你还想嫁给阿正？顾怀征的父母还在呢，他娶什么样的媳妇儿，轮不着你们来操心。李京平，李京平进来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家属，过来看看，这病人动来动去的，怎么回事？家属，进来看看，这病人胡乱动什么？你这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啊？这医院的机器弄坏了是要赔钱的，钱带够了吗？顾怀征可不会给你们收拾这烂摊子。你看不起穷人，你知不知道顾怀征也是乡下人出身？够了！哎呦，阿正，你看看他刚才说我装病，现在让我把钱给卫生所，我的心好痛啊！我的心好痛啊！说错话了，惹大娘不高兴了？你不看看他们做了什么，倒先怪起我了。他故意弄坏医院机器，还倒打一耙，你看不见吗？算了，阿正啊，是我年纪大了，又是个乡下人，让人家看不起，我还是回家吧，省得在这儿碍你们的眼，让你们不高兴。李大娘，她这个人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已经跟招待所联系好了，现在就送你们过去休息。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你送他们去吧，我累了，先回去。钱带够了吗？顾怀征可不会给你们收拾这烂摊子。征哥哥，这沈一堂脾气怎么这么坏啊？你得好好管管他。好了，带你们来医院看病还看出错来了。哎呀，走开，脏死！你就这么嫌弃我？你就这么嫌弃我们家亲戚？就因为他们是农村来的？哎，我也在农村待过，你是不是连我也看不起啊？我就嫌弃他们怎么了？他们本来就没安好心啊！之前我去码头的时候，这个家还好好的，怎么回来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就是不想让他们住进来。李大娘是我老家的长辈，她帮咱们收拾屋子闪着腰，你不仅不关心她，你还对她发脾气，这不是无理取闹是什么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错的，他们就是对的。行，他们是你的亲戚，我是外人，行了吧？你既然让他们留在海岛，行，那我走，我不碍你们的眼。哎，你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错。这顾怀征真没有良心，竟然给咱们摆脸色。妈，难道咱们就这么走了吗？不行，出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在外头给你找个女婿，现在事儿没办成，回去岂不是被人笑话？哎呀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我看那征哥哥完全都给沈一堂给迷住了。哼，只要是能住进顾家，一切都好办。
这样，咱们给阿征认个错。阿征，阿征，阿征，昨天是我们一时冲动，你也别往心里去啊。是啊，张哥哥，都是我的错。别进来。张哥哥，他为啥不让我们进门啊？李大娘，昨天不是闪了腰，走路都困难，今天怎么跑这么快啊？还有你，自打进门开始，这眼睛呀就没从顾怀征身上离开过。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我都清楚着呢。我不喜欢你们，别想赖在这儿。你，阿征，他就当着你面这么欺负我们，你管管他呀。李大娘，你们跟方建平家是远房亲戚吧？正好他家也在附近，送你们过去，也可以跟他叙叙旧。你是不想认我们这门亲戚？本来就没想认，我已经跟方建平讲好了，现在就可以送你们过去。顾怀征，我们娘俩千里迢迢来岛上看你，你就这么狠心把我们撵走？我是真没想到，你连一点情谊都不念。我们本来也不是正经亲戚，小时候在乡下，你们确实照顾过我几年。不过这些年，我爸妈每年都给你们送钱送粮，这些东西够抵咱们的情分。就是，可我妈还照顾过你爷爷呢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我爷爷身边还有警卫人员、后勤人员，这些人都照顾过我爷爷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些人都是我亲戚？陈哥哥，你这就是忘恩负义！顾怀征，你跟一个资本家小姐搞在一起，就不怕影响你的前程？我要是把她的身份捅到部队里去，你这个团长还想不想当了？他的身份，部队早就调查清楚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你这样对我们，就不怕以后回老家被别人戳脊梁骨吗？这些年，我们家没少给老家拿钱修桥铺路，也给村里的每家每户都送了粮油。但是我听说这些东西被人昧下了不少，我倒是不介意这件事在村子里面捅破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可没多拿一分一厘。你们现在去方建平家，我还可以拿着礼物送你们过去。要是再敢耍无赖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我们不用你送，我们自己会走。如果上一世我早点跟顾怀征坦诚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吵架斗气，闹到相看两厌的地步？这大白天的，不过你要是实在是想要的话也行。别闹！我问你啊，小的时候家里人为什么把你送到乡下去？这爷爷当时退居二线，每天来找他请教的人还是不少。爷爷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养老，这农村空气好，适合他。你别打马虎眼了，我问的是你，你可别跟我说是让你去乡下陪爷爷，那你哥怎么不去呢？那当然是爷爷更喜欢我了，我这个人懂事，会照顾人。认真点儿，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好吧，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太调皮了，一个区区大院已经容不下我了，对我来到这广阔的农村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嘴里就没一句真话。有些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，你不要生气。你就说呗。在李金平母女这件事上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自己去砸玻璃，万一砸到自己怎么办？哎，这都是小事儿。这还是小事吗？沈一堂同志，啊，记住了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
都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。你要不想让他们住进来，你就直说，用不着以这样的方式。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说了算。好了，该办正事儿了。你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小沈，搁家里吗？我跟张嫂子来找你聊天了。小沈妹子，搁家里不？沈妹子，快起来！怕什么？我们是合法夫妻。哎呀，被他们知道就完蛋了！哎呀，快！搁哪儿呀？哎呀，小沈妹子，搁家里不？沈妹子，搁哪儿呀？小沈，嫂子来了。耶，你这衣裳咋穿的真不囫囵了？头发咋还真乱了？我刚刚午睡来着。哎，不对哎，这衣服是顾团长的吧？糟了，刚刚太着急穿错了。嗨，那一家人穿插了，那不是多正常的吗？对，我拿错衣裳了。对了，嫂子，你们来找我啥事儿啊？上次你不是说要学织毛衣吗？我今天特地带了毛线。是啊，我还给你带了鞋底花样，还能教你纳鞋底儿呢。走吧，咱进屋学去吧。哎，走。等。哎呀，刚刚午睡了，那个床没铺太乱了，咱们就搁院子里学吧。走。走，这小沈都是讲究啊！走。走。你脖子上这是咋了？怎么了？那个嘞？这咋有个红印儿啊？没有，我刚刚午睡的时候呢，给大马蜂给蛰了。啥子马蜂哦，恁个凶哦！哎呦，这的影子恁个红，还恁个大哦！这个季节哪来的大马蜂啊？小沈，不是，你们不是骗我们的吧？对呀，我沈妹妹，我帮你抓住大马蜂了。哎呦，还真有大马蜂呀！真是啊！真有啊！对，哎呀，那个我午睡的时候飞进院子里来了，我让顾哥哥帮我捉的。多危险呐！不是嘛，这太危险了，以后得小心点儿。淑媛姐，我这2天跟你学做菜的时候就在想，我们家那个院子里可以像你们这样，这边种菜呀，墙边种花什么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养几只鸡。小沈呐，你咋会突然想出种菜养鸡来？这不是好好过日子吗？而且顾哥哥已经在改造院子了。那正好，前几天俺家老母鸡孵了几个小鸡儿，我给你几个。真的？那谢谢淑英姐。哎呀，谢啥谢嘞？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干这种粗活嘞，毕竟你以前是大小姐，没干过这些。哎呀，不过说起来，我也可羡慕你，你这没结婚不用干家务，我这天天不是管小孩那都是做饭，那廖明成还嫌我做的饭不好吃，一点都不帮我。老子这辈子就要这个女人了。沈家父母把沈妹妹托付给了我，她就是我的家属。我娶你回来是让你享福的，这些搬搬抬抬的活我来就行。那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我得照顾怀正。中，顾团长要是着了呀，肯定立马去拉你打结婚报告去嘞。婚事已经结了，
可他只会拉着我做那档子事，真可爱。淑英姐说了，以后她能给我们下蛋吃。你不嫌它脏啊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以后咱们家鸡蛋羹全靠她了。呀！拉我手上了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这是手我不要了！哎，这么漂亮的手，怎能说不要就不要了？它沾鸡屎了，洗干净就好了吗？这我可得省着点用，免得用完了岛上买东西不方便。肥皂用完了就用完了呗，我钱不都在你那儿吗？想买啥就买啥。这岛上要是买不到了，你就给家里边写信，让家里边寄，也不能委屈自己啊。不行。哎，咋还急了呢？那我要是像以前一样娇生惯养，用城里的东西，别人会说我吃不了苦的，还可能影响你在队里的名声和升迁。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哎，这以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怎么贴心了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许给我买，你要是给我买了，我会生气的。还有，以后喂鸡的活交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干行了吧？都听你的。回来啦。天天在家忙活什么呢？这么晚还不做饭？哪有人做老婆做成你这样的？光拿我跟别人比，你咋不跟那顾团长比啊？我也不想让你跟顾团长那样温柔体贴，那你也不能总拿我当个老妈子使。难不成还指望我给你做饭呢？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做这种婆婆妈妈的小事啊？切，那人家顾团长都能干，我刚从人家家回来，顾团长正跟人家下地种菜，咋着？他都不是个男的了？而且怎么可能啊？他怎么会种菜啊？你不信？中，那咱打个赌，那要是顾团长真搁那儿下地种菜，往后咱家的菜你都成种。输了呢？我要是输了，以后呀，我心甘情愿的当老妈伺候你，中了吧？赌就赌，我还就不信他顾怀征会种菜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家里的活都是小沈在干吧。来，你瞅瞅这边嘞。怎么会？顾怀征真的在种菜？廖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什么，我们路过，你们忙，那我们先走啊。我赢了，咋说？哎，不就是种菜吗？跟谁不会似的。哎，走了。那妈，我先走了。菜苗子长没长成啊？你要是困了。
暗示我？什么暗示你？我就是帮你擦擦汗而已。我才不信！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这种时候你摸我了。我那是不小心的。敢做就要敢当。哎呦，别闹！我要给你个礼物。礼物？你温柔的甜美，好像鸟儿天上飞，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。你的眼，我的泪，就算痛苦也珍贵，只因为是你居然会画画。在我身边伴随。好看吗？送你的礼物。太好了，我媳妇就是一个大画家。哎，你发什么疯啊？快放我下来！这幅画我要拿到我办公室挂起来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我媳妇多有才华。这次画的太匆忙了，画的不好。哎，哪儿不好看了？我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画，必须挂。那是因为你的模样早就已经印在我心里了。我得量一量，弄个画框给它裱起来。那你好好量，我跟淑英姐一会儿还要出门。淑英姐，今天没收到信啊？你取信是有啥急事吗？我让我哥给我寄了份菜谱，想着给顾怀征多做2个新菜式，他老吃部队食堂肯定腻了。菜谱还有这好东西嘞！小沈呐，这菜谱能借我学学吗？给，淑英姐，你学会了再来教我。哎呀，中，那我赶紧回家好好琢磨琢磨。慢点啊！哎。哟，原来是他画的呀！回来啦！哟，这是谁？臭美呢？画自己？不是我画的，是我以前学画画的朋友给我画的。他画画可好了，好看吧？朋友？男的女的呀？男的呀，他还总夸我画画有天赋呢。男的还夸他有天赋，肯定没安什么好戏。顾怀征，我还想再画一个。好啊，你想画啥，我都配合。你放松点儿，你别跟块木头一样。
好了。这是谁啊？我也没去过这地方。我朋友去乡下支教了，我想画幅下乡图送他。白衬衫，白皮肤，这就是他喜欢的男人模样。哦，哎，小山妹子，哎呀，房嫂子早产了啊！咋回事啊？就是房嫂子他们那个乡下亲戚，房嫂子又黑了，起来喝水，看见房秀妹跟房建平他俩抱一块儿，一生气肚子疼就早产了。那方嫂子对这事儿啥态度啊？房建平说了，那房秀妹啊差点滑倒，他都过去扶了一下。你说说这气人不气人？不是，方嫂子就信了？哎呀，不信能咋着嘞？这孩子都生了。方嫂子这回啊可做难了，她那婆子不过来伺候月子，那饭还是方秀梅做的。我听说方建平还叫方秀梅过来给他们当保姆嘞。啊？你说这要留这年纪大了，留个年纪小的，这咋回事？方建平这心里都是有鬼。哎，这事儿吧，还是怪我。这当初他们母女俩看上的是顾怀征，这顾怀征怕我不舒服，就没留他们。怪啥嘞？这顾团长啊，最中意的都是你。咋说嘞？真怨不住你。要是他们真攀上顾团长了，你这心里能耐劲啊？是我害了方嫂子。咦，你可别这么想。那方小梅她母女俩都没有安好心，不是方建平，那还有旁的人嘞。要怪都怪那个方秀梅，她不正经。方建平不是个东西。哎，我讲过来，瞅见顾团长脸色不咋好，恁俩吵架了？哎，淑英姐，你说就为这事儿，他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哎呀，你呀还是不懂男人。顾团长啊，真是吃醋嘞。就因为一幅画呀？啊，可不咋着。你想想，恁俩成天搁一块儿，你搁这画旁的男人，他心里能带劲啊？不，淑英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哪有天天在一块儿？反正啊，都这意思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你心里找个中了。他真的吃醋了？见。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做了晚饭，还有你要的画也给你裱好了。我为了给你裱画，手都受伤了。怎么那么不小心？疼不疼？再不给你看，伤口就愈合了。疼，当然疼啊，疼死了。有些人啊，小气得很。我要是再不来哄哄，几天都不回家了。怎么会？你看这个。我不看，你画的别人，我干嘛要看？你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画他的脸吗？因为他长得丑。我不画他的脸啊，是因为我已经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。那你要是不喜欢我画别人，我不画就是了。画这么好，撕了干嘛？怪可惜的。你这人可真难伺候啊。别人我不知道，
只要是你，一哄一个准。这个是椰子油，他们说用这个抹头发效果特别好，你试试。好香啊！你从哪弄来的？我自己做的。你拿我们前2天吃的椰子做的。哦。谢谢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咱们要不要去沙滩看看星星？你给我抹头发，我就去。抹。如果我笑了，因为在想你。这半夜3更的，咋沙滩上还有人嘞？小沈跟顾团长，哎呦，他俩才是咋叫我给看见了嘞？小沈呐，淑英姐早啊！这有个事儿啊，啥事儿？淑英姐说呗。这夜黑了，我去仇家那家后院儿，那沙滩上的灯还亮着嘞。你跟顾团长，那俩这半夜咋还去沙滩上坐着了？那个昨晚月色好，顾怀珍说海上凉快，就陪着我坐了会儿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咋瞅见那俩抱一块儿搁那儿这啥嘞？耶，淑英姐，你肯定是眼花了。这海滩就那么大点儿，那我们俩就挨得近了点儿。再说天黑了，你肯定看错了。哎呦，那是顾家长辈托他照拂我，那我俩咋能做出啥逾矩的事儿？传出去多不好听啊！我这身份又敏感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那是我想多了。那可能半夜3更嘞，眼花没看清。哎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是来送喜糖的。喜糖？谁的喜糖？我和老方的。你跟方建平嘞？没错，老方和他前妻已经离婚了，以后就是我跟老方一起过日子了。老方说了，喜事不大操大办，所以呀，就通知大家一声，给大家发点喜糖就算了。呸！那方建平他都不是个人，方嫂子才给他生儿子才多大会儿，他都能干出这事儿，他这良心都叫狗给吃了。你滚！你的喜糖我们不要。你这种女人，阿哲可早晚把你赶出门去，到时候你这个资本家小姐就等着猪牛棚吧！这方嫂子刚出月子，她都这种有了新欢忘了原配的男人，他早晚得遭报应。走，咱俩去举报这俩不要脸的东西。哎，咱们现在连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，要不直接去找方嫂子？
如果他真的被他俩赶出来了，那他现在肯定很需要我们的帮助，去找他准没错。你说的在理，走走。方嫂子，房建平他都不是个人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方嫂子，是这样的，这方秀梅啊，一开始其实是来找顾怀征的，现在跑到你家去，还造成这样的后果，严格说起来，我们是有责任的，害你受委屈了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和顾怀征都会不遗余力的帮你的。这不关你们的事，苍蝇它不叮无缝的蛋。如果方建平能像顾团长一样，自身足够坚定，任别人做什么，他也是无济于事。就算这次他不是方秀梅，以后也会有李秀梅、赵秀梅出现。这方秀梅能让我早早认清一个人，也算是件好事。方嫂子，这么说起来，其实是你自己想要离婚的。对，再留在那儿，面对那2个人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。没错，做人啊，没必要委曲求全。这男人要是惹你不高兴了，你不要他就是了。你一个女的刚生了小孩，这都离婚，你以后咋整？小孩咋整啊？我有工作，能养活自己。至于孩子，那不是还有他爸呢吗？这小孩才多大呀？你都忍心叫他没了妈？再说了，以后妈都有后爹，等以后方秀梅有了自己小孩，她能对恁孩好呀？那也是他的命。我如果要带着他，就没有办法工作，挣不到钱，我拿什么养他？这就是一条死胡同。既然他爸那边有人愿意带他，那不是正好吗？而且我给过方建平机会，最后既然他选择了给方秀梅留下来，那我是绝对不会再回去的了。我也许的确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我不愿意为了一个孩子葬送了自己的下半辈子。既然这好劲儿，你也不打算回去了，你咋不去举报他们俩乱搞男女关系？瞧这对狗男女没有好果子吃。对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作证。举报他们确实挺解气的，可真要把他们俩都弄出事儿了，我儿子怎么办啊？其实我走的时候把家里的钱都带走了，还以方建平的名义找了好多朋友都借了钱，这些钱是要他们以后慢慢还的。啊，这方建平也愿意啊？他不愿意也没有办法，我威胁他，如果不给钱就去举报他乱搞男女关系。他现在有一个涨工资的机会，可能会落到他的头上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敢让我去举报他，而且他们的日子过不好的。方建平当初之所以会娶我，是因为我有文化，他就喜欢那有文化的人。方秀梅那种人他看不上，现在只不过是一时新鲜，过不了多久就腻了。出轨这种事儿，有1就会有2有3，我现在就坐等着他们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就好了。还有海岛上的事儿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方建平出过这样的事，以后谁还敢用他？对，到时候我儿子长大了，可以放手了，我再去问问他，以后愿不愿意跟着我过。如果后妈对他不好，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愿意的。佩服，这方嫂子太通透，她根本就不需要我和淑英姐的帮忙。谢谢你们，这岛上只有你们愿意来看我，还提出要帮我。哎呀，谢啥嘞？咱们都是女的，俺不帮女的还帮男的呀？他们啊都是怕得罪方建平，俺俩是不怕他嘞？俺俩家里的男的啊是团长。哎，小沈，你说方嫂子她咋真厉害了？说到底还是得咱们女人自己能立得住。你想啊，这寻常的家庭主妇，丈夫不要她，那天都得塌下来了，怎么还敢离婚啊？可是方嫂子就不一样了，她有工作，能够养活自己，所以就不怕。可不是嘞，要是我摊上这事儿啊，我都不知道咋办才中嘞。不中，
等我回去，让老两也给我弄份工作。哎，淑英姐，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最想干，当然是食堂嘞。啊，哎呦，我也想工作了。你还真不说你能干个啥。等回去，让顾团长给你参谋参谋。行，走。这个方建平这么渣，居然敢抛弃老婆。那可不，不过也挺好。我跟淑英姐都觉得，女人还是得有自己的工作才行，这样不管遇上什么事儿，都有自己独立生活的勇气。你想找工作也行，不过像那些工地上的体力活，你肯定不好使唤。但是那种坐办公室的工作又不太好找，你得有耐心。我可以等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不许敷衍我。我什么时候不把你的事放心上了？其实我想去工作，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。我并不是信不过你啊，毕竟已经见识过我这样的人了，还有谁能入得了你的眼啊？在我这儿，你可以视美行凶一辈子。哟，淑英姐，你在干啥呢？小婶啊，给你说个好事儿，我的工作呀又着落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啊！说起来也凑巧，前段时间食堂有个大厨，他脑溢血了，好了之后半边身子都不中了，这不食堂都招人了，谁厨艺好谁都能上。哎，那淑英姐，你肯定没问题了，你的厨艺啊是海岛第一。哎，你不着，这食堂领导啊，他喜欢男的呀，食堂都是大锅饭，炒菜锅铲跟这铁钳一样大，得有一把子力气才能拎得动。但是我又觉得吧，女的又咋了？女的那也有劲儿啊，所以我这会儿努力练习臂力了。哦，那你还是稍微练习一下就好，免得比赛的时候这胳膊抬不起来，适得其反了。哎，我心里有数，练一会儿啊，我去做饭，你等会儿给我念念菜谱呗，那有的字儿我不认识。好，哎，淑英姐，我觉得啊，你适合做海鲜。到时候呢，咱们就发挥优势，再强调卫生，我觉得肯定能成。你们啊，就各自用乌贼做道菜吧。太好了，加油！淑英姐，加油！哎呦，今天做的流就这样啊？快看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不是糟蹋粮食吗？是啊，这么好的白面，铺上墨汁儿还能吃吗？是啊，这看着就没法吃这东西。这真能吃啊！啊，能吃。这墨鱼汁啊，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，还有天然的增鲜风味剂。这用墨鱼汁做的饺子呀，不仅味道极其鲜美，还非常有营养。领导们尝尝看吧。要不尝尝？尝尝。哎呀，啊，好吃，好吃，确实好吃啊！
没想到这一向让人嫌弃的墨汁儿，真的这么好吃啊！这叫变废为宝。如今咱们国家粮食紧缺，物资匮乏，任何时候都不能随意浪费丢弃任何东西，要把它的功用发挥到极致。这除了墨鱼汁，墨鱼身上还有一宝。还有？这是墨鱼的软骨，洗干净烘干之后磨成的粉末，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，止血效果也非常的好。好，这还真是变废为宝呀！我真不知道这东西这么好用。其实我还会很多海鲜的做法，跟可多处理的小窍门。现在粮食主贵，咱们住海边就应该靠海吃海，多增加一些健康又好吃的海鲜菜色。好啊，好，你们俩都留下来吧。哎呀，那个老赖有力气有技术，适合做大锅菜，食堂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。是至于小江同志啊，适合做一些精细的菜品，就留在食堂小灶。好。不错，真不错啊！人才啊！真的呀。淑英姐今天花了大价钱做了海星大餐，我这吃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要不是你帮着淑英姐说话，这份工作就落不到她头上。她这是在感谢你。这明明是淑英姐凭自己的本事得来的，我只不过说两句实话而已。我也得凭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工作。哎，我媳妇能力可大着呢。最近岛上有一个自来水抄表收费员的工作，你想去吗？我觉得张嫂子更适合这份工作。她的家庭条件你也知道，一大家子人就指着张指导一个人的津贴过日子。这份工作时间比较充裕，又可以有时间照顾家里，还能赚到钱补贴家用，最适合不过。不过想要这份工作的人很多，要识字会算账。张嫂子虽然上过扫盲班，但是她算术不懂。这有什么难的呀？如果张嫂子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教她呀。如果大家想学，我可以一起教，大家公平竞争。哎呀，我媳妇真棒，明天我就去告诉他们。小沈呐，你是不主啊？一二个张嫂子去自来水厂报道，逮着我呀，歇了你好大一会儿。说要不是你开个班教大家算术记账，就这里头弯弯绕绕，给大家讲的透透的，他一个只上过扫盲班的人都不敢报名，更别说顺顺当当的考上了。张嫂子有上进心，而且家里困难，这工作也适合她。我也就是在有空的时候，把记账算术的门道跟大家伙讲了讲，那谁学得好都有机会啊。我今儿个发工钱，请你吃桃丝。哎呀，这么好呢，谢谢淑英姐。来，我哥给我新寄的茶叶，给你尝尝。坐。哎，你工作的事儿找的咋样了？哎，还没谱呢。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拿到工资。别慌，都你这条件，说不定咱啥时候好工作，啪嗒一下都掉下来了。行，那淑英姐借你吉言啊。哎，之前不是一直在找工作吗？这里有个广播员的工作，你想不想干？
就是收音机里那个只会每天上午下午转播室里的广播，然后用一口方言普通话念报纸的那个本地电台广播员。哎，明明在很多人眼里高大上的广播电台，怎么一到了你这儿就变得磕碜起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去了这个广播电视台，以后说的就不是方言腔，而是标准的普通话。那咱们这里以后长大的孩子肯定都会感激你的。那这工作怎么会轮到我呀？以前那个一口方言腔的广播员，他男人要跟着部队调走了，他也跟着随军调走。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立马撒泼打滚的把这个工作给拿到手了。不过这跟我可没啥关系，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。为啥？因为上次厨艺比赛你帮着淑英姐的那番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，领导们对你那是印象深刻。所以啊，我一去说了这个消息，领导呢立马觉得你非常合适，这个工作又需要气质又需要文化，你愿意吗？先去看看吧，人家也总得看看我才知道我合不合适啊。我媳妇那么优秀，肯定行啊。我给你找到你满意的工作，有什么奖励吗？够吗？不够，还想要？还不够。试探着也惶恐着，这是否算是爱？真想把你藏起来，谁也不让看，只给我一个人看。进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广播员沈一堂，今天第一天来报道。啊，小沈你好，就等你来了。小宋、红梅，你们进来一下。哎，台长。啊，小玲，你经验丰富，你带小沈书写工作吧。啊，红梅，你和小沈搭班。知道了。小沈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。小沈，广播工作不难，就是要细心。说的倒简单，就像之前安排过来的军嫂吧，我就跟她说了，这广播之前呀，先读遍稿子，有不认识的字啊，及时查字典。她也不干，非直接念，这都出了多少次丑了，别人提起广播站都是个笑话。红梅，小沈是新人，咱们要多帮衬点儿。你当初刚来的时候，不也是我教你的吗？我那是谦虚，他可不一样。资本家小姐懒散惯了。我会好好学的，不给大家添麻烦。巧玲姐，先带我去看看设备吧。好，走。装什么清高？哎呀！这些都是电子设备，操作顺序不能错。你看，播音结束后要先关闭节目源，再关麦克风，最后断电源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。你能来随军？你爱人是个军官吧？我还没结婚呢，是跟着家里人一起过来的。巧玲姐，这沈一堂就住在顾团长家，
一个被下放到这儿改造的资本家小姐，这能住进顾团长家，不就是靠那点见不得人的手段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谁不知道这孤男寡女在一个屋檐下会发生什么？红梅，别乱说。吴红梅，你要是再污蔑我，我就向部队纪检部门反映，到时候可就不是乱说话这么简单了。巧玲姐，我先回去了。切，不就是仗着有顾怀征撑腰吗？高台长，刚刚巧玲姐教了我怎么开机操作，她让我今天先回去，明天继续过来学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唉，我劝你啊，就别看了，免得越看越自惭形秽。胡说什么呢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人家又看不上你。红梅，何同志就是路过，你至于这么说吗？我就是提醒他，免得他犯糊涂。再说了，沈一堂要是没顾团长，他能进广播站？红梅，小沈能进广播站，那是高台长同意的，他肯定认可小沈能力的。就是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爱慕虚荣啊？何长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呢和维忠相处得很好，就算你追我到广播站上班啊，也没用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早都不喜欢你了。顾团长，你这新车买的呀，真排场啊！啊，给糖糖买的，让他上班用。哎呀，你对糖糖真好，一点儿都不像是他哥。淑英姐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你对糖糖真上心啊，那都算是亲哥也做不到你这份上。恁俩有点像，哎，那刚结婚的小夫妻。哎，淑英姐，麻烦你个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我啊，工作忙，你帮我教糖糖学一下骑车，麻烦你了。麻烦啥呀？都是邻居，这事儿放我身上。好。帮助昂上点，帮助昂上点，帮助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你刚才那个样子，我有点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我总觉得你就是天生的仙女，下凡历练来，终会有一天你会回到天上去的。糖糖，不要丢下我好吗？什么回到天上去？你咒我早死啊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不一样。你会写诗，会画画，还读过很多书，还会说很多我听不懂的鸟语。什么鸟语啊？我刚才说的是法语，而且说法语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呀。在法国，乞丐、掏粪工都说法语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胡思乱想了。其实你也很厉害啊，你还读过军校，而且你还会养鸡、种菜、砌墙，帮我做椰子油，会做那么多事情。而且你还是一名人民解放军，是最可爱的人。你无怨无悔地守护着祖国的壮丽河山，这份英姿飒爽无人能及。顾怀征，就这样一直陪着我，好吗？遵命。我都叫你轻点了，你给我弄成这样子，我怎么去上班啊？那要不请个假啊？
我才刚上班就请假，那领导该有意见了呀。这样，你就说是蚊子咬的。哼，你当大家傻吗？要不来，你让我在你脖子上弄几个这样的印记，你去上班看看。来啊，你咬出牙印儿来都行。哇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这人脸皮可真厚。沈一堂，你领口扣那么严实不热吗？还是解开一点吧，一会儿广播站很热的。我帮你。吴红梅同志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那么大惊小怪干嘛？小沈长得就是好看啊，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照样挨打。哎呀，红梅，你怎么老爱胡说八道？我都看见了，打的身上那是青一块红一块的，要不然他今天能穿得这么严严实实。是不是和顾团长吵架了？那都是沈一堂自己作的，顾团长忍不了了呗。哎，也不是所有男人都像维州那样斯文体贴。他跟我说，他可是从来不打女人的。高台长，这是今天准备讲的新闻，麻烦您审核一下。小沈啊，你来了有一段时间了，还适应吗？挺适应的。高台长，我想设立一个居民点歌台的节目，想让广播节目更加贴近官兵和亲属，在每天中午12点半到2点钟这个时间段，把原来的广播讲新闻和新的居民点歌台结合在一起，可以是讲一段新闻，读一段听众的来信，或者是点播听众的歌曲。我也想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这个广播节目，有这种荣誉感，同时呢，增强居民团结，促进居民一家亲。好主意啊！不过这会增加你的工作量，你能行吗？没问题啊，我早点去吃饭打饭，12点半之前完全来得及。只要人民群众爱听这个节目，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。行，既然你想去做，那就去做。谢谢高台长。对了，那也请台长支持一下我的工作，也给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样。先来点一首歌吧。点歌？能写给我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那你先出去一下，我写好了叫你。好，行。小沈啊，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，男人都粗鲁惯了，一时冲动起来，动手没个轻重的。你要多多体谅。顾怀征他虽然是团长，但上面不是还有司令政委可以管得着他吗？必要的时候，你可以找领导给你做主啊。不是，巧玲姐，我怎么……不过小沈，你也要反思一下自己，为什么会惹人家生气？是不是你本职工作没做到位？比如说洗衣做饭。巧玲姐，我跟顾怀征的关系很好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真没有？那红梅说他造谣我家里人打我。没有，他看见你身上有伤，以为你受了委屈。真的没有。巧玲姐，你看我像这种忍气吞声的人吗？那你身上的伤……我这个人皮肤很容易过敏。是这样啊？那你抹药了吗？抹过了，谢谢姐的关心。还有，顾怀征真的对我很好，很照顾我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。我媳妇真能干，还会创新节目了。我觉得既然做都做了，如果只是毫无创新，浑浑噩噩的拿一份工资，那这工作做的有什么意思呢？不过明天节目就要首播了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。别紧张，我媳妇儿那么棒，那么优秀，肯定能做好。我到时候一定准时收听。那你必须得听啊！你要是不听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沈广播员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中午12点半，我们将增加一个新的节目——军民点歌台。大家可以通过写信的方式，为自己的亲朋好友点播一首歌曲，送上真挚的祝福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一位幸运听众的第一封来信，是由高志宏高同志想点播一首英雄赞歌，送给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儿子高振华。儿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参加了工作，看着你眼中充满热情的火焰，我既欣慰又担忧。我希望你能带着这份初生牛犊的锐气，去闯，去试，去碰壁，哪怕头破血流也不要放弃。愿你的脚步永远踏着号角前行，胸膛中永远有火焰在燃烧。下面为高志宏和高振华同志献上这首英雄赞歌。这高台长竟然是这么有文采的一个人，他可真是这天底下最好的父亲啊！我真没想到写的信能在广播里被念出来，听得我都想去点歌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一起去！走吧，走。我媳妇儿可真棒。小沈，你这个节目想点什么歌都可以吗？是啊，可以指定曲目，也可以不指定，只送上祝福。沈头镇，我妈快过生日了，我想给她点一首歌。但我嘴笨，你能帮我写一下吗？可以啊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祝母亲生日快乐，希望她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生活幸福美满。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也写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一位幸运听众的第一封来信，是由高听什么呢？你们新来广播员小沈挺不错啊，新闻说的很有趣，这点歌节目也很有意思啊。我们单位现在好多人都去写信点歌了。什么点歌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你听听，光是我们单位现在中午爱听广播的人多了不少。我希望你能带着这份初生牛犊的锐气，去闯，去试。中午的节目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沈一堂，你真是蹬鼻子上路。愿你的脚步永远踏着你不吃了？到我的了没有啊？接下来是陈英同志的来信，他想为自己的姐姐点一首歌。到小陈了。到了，快听！小点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点歌呢？我们在打赌，今天小沈会先读到谁的点歌信。什么时候有了这节目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沈一堂给你们下了什么迷魂药？你们一个个全都向着他，这样对得起我吗？人家工作能力比你强，才来没多久就干了这么受欢迎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嫉妒人家了？他怎么开广播，还是我教的他呢？我用得着嫉妒他？我就说吧，能用狐妹子手段勾引男人的女人能有什么好的？一天天的往台长办公室跑，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，让台长把这个节目给他做。红梅，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不至于。不然凭什么？凭资质，凭能力，他哪点比得上我？凭什么把这种出风头的机会给他呀？你跟我们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要是真觉得不公平，你去找台长说。就是啊，找就找，我还怕他不成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高台长，凭什么把那么好的节目给沈一堂做呀？
你说的是军民点歌台？这节目又轻松，又能得到观众的认可，凭什么给他一个新来的？你也知道这个节目很受听众喜欢，那小沈没来之前，你自己怎么从来没提过要做这档节目呢？你意思是说，这节目是沈一堂自己提出来做的？没错，不仅是小沈自己提出来要做这个节目，而且还是他主动牺牲自己时间，提早半小时开始节目。他一个新来的都能想到人民群众午休时间最适合听广播，哈哈，你比他来得更早，这都不知道？高台长，我认为这工作安排不公平。那凭什么每天我提前来上班做早上的广播呀？我要求以后公平对待，2个人轮流上早班，我才不会把出风头的机会让沈一堂一个人全包来了。吴红梅，我看你是顺心日子过久了吧，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答应每天要上早班的。当时房子可是不够分，谁都想要住，你本来没有分房资格，为了一套房，你提出拿早班来换。既然你不想再上早班了，行，那就把房子让出来，谁上早班谁住。那我也要做点歌节目，就在每天早上播完本地天气之后。那你就把小沈叫过来，问问他的意见。点歌节目是他想出来的，我不好擅自安排。太好了，高台长，我正愁最近收到的点歌信太多，中午时间读不完呢。那武红梅同志就辛苦你了。到了这一场，结果沈一堂什么事都没有，我自己反而增加了工作量。不行，我可不能吃亏。高台长，我要请假。啊？好好的请什么假？你请假了？每天早上广播谁干？前段时间教小沈熟悉广播技能，我都加了多少天班了，总该给我一点补偿了吧？唉，那个小沈啊，高台长，没问题啊。武红梅同志请假的时候，我帮他替班。不过呀，我有个建议，如果以后有人请假让别人替班，是不是可以记录下来？有据可查，谁也不想吃亏嘛。要是谁有事没事就请假让别人替班，那工作不乱套了。小沈这个想法很对啊，那就这么办吧。红梅，给你3天假，好好休息啊。你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先把规矩定好，省得以后再计较，不是很好吗？我看计较的是你吧，你就是不想让我轻松。这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哎呀，我明天第1天上早班，我得做做功课。你这么认真，我都有点后悔给你找这工作。自从你去了广播站，你都多长时间没有好好跟我说过话？你都冷落我多长时间了？唉，我现在工作刚起步嘛，等忙完这阵就好了。再说了，我工作出色，你脸上不也有面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我还要抱着你睡素觉？不用了。不止今晚，我还要替3天的白班。早上6点呢，我就得从家里出发，不能陪你熬夜了。哎呀，支持下我工作嘛。好啦好啦。你干什么？我还没写完呢。你不是明天早上6点半上班吗？我们赶紧睡觉，明天早上我送你过去，就不在路上耽误时间了。好了，快回去吧，我进去了啊。行，你忙你的吧，我巡视一下。巡视什么？要是你这儿突然来了坏人怎么办？就凭你那门口那个我一只手都能拎起来的老大爷，我不放心。那你一会儿自己回去啊，我先去广播站了。去吧去吧去吧。
给家里找了这么好的对象，还整天骂我是赔钱货，一大早就不让人痛快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看我了，怎么又不看了？是不好意思吗？他会不会是来找我的？就好像流浪一幅画。给你，你快回去吧，等会儿我同事们都来上班了。咋了？你男人见不得人啊？我是怕耽误你工作。亲我一下我就走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走了。他竟然真的勾搭上了顾怀铮，以前还装模作样说是兄妹呢，现在居然都亲上了，连何长华都被他迷倒了。人怎么能既要又要啊？我一定要去举报他们。万一他们知道是我举报的，顾怀铮又是团长，想找我麻烦还不容易，到时候工作没了，魏忠说不定还会跟我分手。要不我就假装没看到。哎，对，我才不给自己找麻烦。他在外面风光又怎样，在家还不是无名无分，一边伺候着顾怀铮，一边被顾怀铮打。哼，我要过得比沈一堂好，我得赶紧去跟韦忠说定亲的事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从表姐家拿的《简爱》，国外名著呢。你平时爱看书，咱们正好可以一起读。你还敢说出来？最近严重风纪风化，赶紧处理了，以后不许拿出来，也不许看。这么严重吗？我马上藏起来。韦忠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跟你分享。对了，我妈让我问你，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定亲的事再说吧，我最近忙。再说，咱们都处几个月了，这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。你不会也被沈一堂迷惑了吧？所以才对我这么冷淡的。你在胡乱怀疑什么？你要真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切！把这个拿给你们领导。你们单位安全保卫做得太差，你一个人去上班，我不放心。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广播站，又不是什么军事要塞。怎么不是？你不就是我的军事要塞？你现在怎么变得油嘴滑舌的？再说了，以我对高台长的了解啊，有这钱弄这些，不如发奖金呢。哎，好，我明天上班一定交给他啊。哦，你帮我把信都拿上来了，谢谢你啊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些信上会有这些标注？你的信比我的信多那么多，你故意让听众排挤我，故意让他们这么写的是不是？如果我这么说，他们就会这么做的话，那你也可以说呀，你就让你的听众也标注一下，早上让你来读他们的信嘛。听众非要这么写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最近的信越来越多，我也很苦恼呢，还以为你能帮我分担一下，没想到，沈一堂，你，
不会被我气吐了吧？来，红梅，漱口。你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？不知道啊，早上一直还没事，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就犯恶心。红梅，你是不是和小吴也谈了挺久了？还是赶紧结婚吧。小林姐，你我是不可能怀孕的，但只要我一口咬定就是有了，吴卫忠还能否认不成？啊，来，赶紧漱漱口。谢谢姐。都弄好了啊，尺寸刚好合适。快，你过来歇息歇息。你看你出了一身汗，累了吧？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嫌弃我了。以前只要我身上有一滴汗，你都不会让我碰。那你这么辛苦给我打柜子还造书房呢，我再嫌弃你，那我多不识好歹。小婶儿，搁家里吧。哎，淑英姐，快来！哎呀，你都好久没来了。嗨，别提了，我快被俺家那臭小子给烦死了。他最近上小学，那3天2头的教授，可给我烦死了。哎，我今儿过来啊，是想看看恁家的书房。哎，看书房啊？俺家老廖说要学习恁家看书的好习惯，也弄个书房，叫俺家的臭小子改毛病。可以啊。哎，这打柜子的图纸还在这儿呢，你要的话你拿回去，让你家廖团长照着打就行。这，哎，那恁弄了那些木饰都打了一套柜子啊？还打了点别的家具。打了啥呀？我能瞅瞅不？那个可能不太方便。千万不能让淑英姐知道，怀着用剩下的木料打了张新床，而且不管在床上怎么撒开了折腾都不行。哎，小沈，这天也不热呀，你这脸咋这红啊？是吗？可能是闷的吧，闷的。那都热吗？哎呦，这天儿挺热的。是啊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回头啊，我让老廖来问顾团长木头的事。好。来，拿着啊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哎呦。小婶儿啊，这天儿也没多热呀，这小脸儿咋就红彤彤的？是不是想起昨天晚上床上的事儿了？你要不要脸啊？不许再去淑英姐说话了！你在笑我，你晚上睡沙发。你再说我就让你睡沙发。哎呀，媳妇，睡沙发哪有抱媳妇睡舒服呀？啊，对了。那个武红梅还有没有找你麻烦呀？她能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过她最近总是往县委跑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不管她在忙什么，以后只要她找你麻烦，随时找我。好，我知道。哎，辛苦了，慢点啊！谢谢快乐，谢谢。新婚快乐！谢谢啊！新婚快乐！我们响应组织上新事新办的号召，决定啊不摆酒席了。恭喜啊！谢谢。小沈，请你吃喜糖。恭喜你啊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爱人吴维忠，是很优秀的会计。老板特别赏识他。哦，吴同志可真是年轻有为，武红梅同志好福气啊！谢谢，维忠，这个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新广播成员小沈。不仅有才华，竟有成人难以企及的美貌，完美结合了我心中所想的另一半。
啊，小沈同志，你好，经常在广播中听到你的声音，你的节目做得非常好。一个刚刚新婚的男人，用这种目光看别的女人，真让我恶心啊！高台长还在广播站呢，你们快去找他吧。你是不是也被那狐狸精勾了魂？就知道盯着他看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来这干嘛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看到女人就走不动的男人吗？那既然这样，我们还结婚干什么？维忠，你别生气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他就是那种很会勾引男人的人，你以后少搭理他啊。走吧。是军用吉普车的声音，难道是顾怀章？啊，你先进去吧，我忘带了东西。小沈，最近天气热，顾团长让我给你带点解暑的东西来，让你跟同事们解解暑、降降温。哎呀，我们也有份了，辛苦你了，小何同志。各位，这是顾团长给大家买的东西，说是谢谢大家对小沈的照顾，里面有菊花精、西瓜，还有清凉油，大家自己拿啊。哎呀，顾团长可真是太客气了。何同志，这个给你，辛苦了。谢谢小沈，那我先走了。辛苦了。哎，来，同志，给。谢谢。哎，小林姐。啊，这款清凉效果特别好，就是很难买到。小沈，顾团长可真有本事，能弄到这么多。顾团长又不是你老公，送这些过了吧？哎呀，别说了，红梅。我看呀，你就是巴不得攀上顾怀征，当团长夫人享福吧。不过呀，你也别得意，这顾怀征要是真重视你，早就亲自来了。他工作忙，心意到了就行，亲不亲自来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心意才最重要。哎，小沈，你回去帮我们好好感谢一下顾团长。哎呀，我这回去了，可得好好批评一下他呀。这送礼物就好好送，怎么还少了一份呢？红梅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你看，就唯独少了你那一份啊。哎，不过你爱人是会计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？我这点小东西，你肯定也看不上，是吧？你知道就行，谁稀罕你的破玩意儿？小沈啊，红梅就这样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。乔玲姐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啊。我有啥事能帮得上你？刚刚你也看见了，武红梅心里肯定是气坏了，再加上之前点歌的事儿，一定是记恨上我了。哎，红梅这性子确实小气了一些。乔玲姐，我呢就是怕她一时想不开，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，所以我想麻烦你，我不在的时候多帮我留意留意。如果她做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你来告诉我一声就行。行，我帮你留一下。哎，谢谢乔玲姐。今天怎么突然想到送东西来我们单位啊？之前你不是说你的单位蚊子多吗？这样既可以让你在你们单位做人情，也可以让你在单位混的人缘好一点。哎呀，今天啊，武红梅来单位发喜糖，你搞这么一出，可把她风头全抢喽。哎，你说要不要给武红梅也送个新婚礼物啊？不用，反正啊，我已经得罪她得罪透顶了，别浪费东西。我媳妇可真是持家有道。现在先来做点爱做的事儿吧。哎，
你这个团长，在地方上属于什么级别呀？县委书记、县长那个级别。怎么了？我男人原来这么了不起，这么厉害啊！还有更厉害，跟你试试。小沈啊，今天早上我看见红梅鬼鬼祟祟的往你办公桌抽屉里塞东西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找到了吗？巧玲姐，麻烦您先帮我看一下门口。哎，好了，巧玲姐，没事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叫你装努力工作，待会儿有你好看的。怎么，做亏心事儿了？你少胡说！甄同志，你好。吴同志你好，武红梅去广播室了，你稍微等她一会儿。啊，沈同志，我这里有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相信你会喜欢的。我这里有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相信你会喜欢的。不用了，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。啊，是吗？那不知道沈同志对“生命只有一次，人这一生应当是怎样的”这句话怎样看待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很忙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烦死！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能不能不要牵扯到我这个无辜的人？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男人！我打死你！武红梅，你够了！我今天难得没事，提前下班来找你一起吃午饭。你在里面忙，我出于礼貌和你同事打声招呼而已。你在这里胡闹什么？你打招呼用得着8万的借书给他看吗？身为文学爱好者，我和沈同志探讨一下作品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探讨作品？我看你就是看她长得漂亮，见色起意。你们真不要脸！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沈同志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哼，是挺麻烦。沈一堂在哪儿？太好，沈一堂，你终于得意到头了。我就是沈一堂。沈同志，有人举报你私藏有害书籍，给我搜。是。搜到了。找到。沈同志，人赃并获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小沈？巧玲姐，沈一堂私藏有害书籍，被抓个正着。那请问这些书是从哪里搜出来的？是在那个办公桌的抽屉里。
哦，可惜这不是我的办公桌，那个才是我的办公桌。那这是谁的？是武红梅的。不，我明明不可能，是陷害，是他陷害我的。哦，你有证据吗？那如果这些书是从我的办公桌里搜出来的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你陷害我呢？你少胡说，分明是你嫉妒我，你故意陷害我。你有什么值得我可嫉妒的？别吵了，这是在你们办公室搜出来的，你们两个都有嫌疑，都给我回去。廖团长，一般人都喜欢在书里做一些记号，你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。切，我又不傻，书里的记号早就被我撕掉了。查到了，这就是我的心灵在你的心灵说话，落款是马玉芳。马玉芳，马玉芳，这就是证据。你是马玉芳？不是我的，我叫武红梅，不叫马玉芳。马玉芳这个名字怎么有点熟悉啊？哼，我举报。马玉芳是武红梅的表姐。武红梅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敢偷看禁书，还栽赃嫁祸给同事，真让人不齿。外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？好，同志，身为武红梅对象，我没有及时发现她这种错误思想，我自愿自我反省。你能及时认错，态度良好，我就不予追究了。武红梅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我不可能和你在一起，我要跟你划清界限。既然我们还没有领取结婚证，就不用领取了。从此以后，你的事情与我无关。跟我走一趟吧。我举报沈一堂勾引军官，跟顾怀正乱搞男女关系。上个月8号早班，我看见顾怀正和他在广播站亲嘴。你有证据吗？我就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就是人证，你快把他抓起来啊！抓人得有证据，现在你私藏书籍的事，证据确凿，跟我走。沈一堂他不守妇道，水性杨花，到处勾搭男人，他还勾引我对象，你怎么不抓他呀？你说谁水性杨花？就是他俩在一起乱搞。没受惊吗？有没有被吓到？他们两个要是没有不正当关系，沈一堂能进广播站？我顾怀征这辈子就没有做过以权谋私的事情。沈一堂能进广播站，靠的是他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能力，跟我没有半分关系。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拿这事说闲话，就别怪我按部队纪律办事儿。是啊，小沈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咱们以后别瞎猜了。今天啊，把这事说开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别被这些谣言给误导。糖糖刚进广播站，需要各位同志之间的帮衬，别让这些没影的闲话影响了同志们之间的团结。顾团长说的对，咱们都是革命同志了，要互相支持。吴红梅，你恶意捏造军官谣言，罪在一等，现在立刻跟我走。我就几天没来，就弄出这样的事，到底是谁举报的小沈？别让我知道是哪个龟儿子举报的。武红梅也真是把那种书带到单位里来，还偏偏被查出来了，差点害了小沈。我知道是谁举报的。谁？是武红梅她自己举报的。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好在顾团长明事理，没把事算在咱们广播站头上，还帮小沈把谣言压下去。武红梅自己犯糊涂，跟咱们广播站没有关系，大家该干嘛干嘛，别受影响。那武红梅这边广播站人手是不是得补啊？他是不能再留了，新招广播员进来以后，就让小沈带一带吧。
小何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同志，不，得改口叫沈姐了。我是新来的广播员。哦，我是听说巧玲姐前段时间说要来新的广播员，怎么是你啊？对，当初我来这儿就是因为喜欢听广播剧，这不听说要招新，我就报名了，没想到真被选上了。那说明你啊，聪明能干。哎，我本来还担心啊，要跟新的广播员熟悉一阵子才能搭上手呢。那既然你来了，那就省略掉这个时间，直接开展工作了。那以后还得沈姐多多指点指点。哎，你别有压力，慢慢学，不着急啊。哎，小何，你最近办的那个读书节目很受欢迎啊，县里领导都表扬我们了。哪有高站长，你这夸的我不好意思，这都是沈姐教的好。得夸，你跟小沈为了本岛的广播事业发展，那是付出了很大的贡献的。哎，顾团长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顾团长，您这是？我接到一个通知，特地来通知一下大家。最近啊，岛上潜进来一名特务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手上可能还持有热武器。大家注意，出门或者在家的时候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具体情况啊，我不能多说，大家只要记住是个男的，手上还持有武器，非必要尽量不要外出，特别是在晚上。如果遇到了，大家一定不要跟他起正面冲突，尽量要保护自己为主。好的，谢谢顾团长，我们一定会小心的。你说，那特务真有那么可怕吗？非常可怕。不过你不用害怕，这几天我都会亲自送你上下班的。家属院这边你不用担心的。不过你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随便出去。不过这种时候，你不是应该特别忙吗？抓特务重要，我媳妇不也重要吗？放心吧，工作都安排好了，不会耽误的。睡觉。小何，接到上级通知，我们需要在广播中插播通知，提醒人民群众注意安全防范，每半个小时一次。行，我记住了，沈姐。我先去找高台长审批，等会儿去广播。马上就到广播时间了，我替你播吧。麻烦沈姐了。去吧。哼，别动！别动！不许出声！给我找个藏身的地方！你敢出声喊人的话，我立刻就杀了你！当务之急是先稳住他。你干什么？马上就到新闻播报时间了，我如果不广播，我的同事和领导都会起疑过来查看。你让我播报通知，我保证不乱说话，暴露你的位置。行，那就播。如果你敢乱说一句话，要了你的命！我不敢。你待会儿就不能乱说话了，不然你的声音会被广播出去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潜逃在外的特务依旧未被抓捕归案，请大家继续保持警惕。通知播报完毕，下面是新闻播报时间。顾怀正，特务在广播室，救我！摩斯密码！你他妈的耍我是吧？他发现了，他听得懂摩斯密码。你不能杀我！你要是杀了我，从这里出去，你必死无疑。我能帮你逃走。你怎么帮我？
你可以挟持我当人质。现在只能实话实说唬住他。我爱人是团长，绝对不会让我受到伤害的。那你就跟我走。都怪我不该把神姐一个人丢那儿。给我准备一艘快艇，否则我就杀了他！不要激动，不要伤害人质，有什么我们可以慢慢谈，你还有机会回头。顾怀哲，我真的想跟你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可现在好像实现不了。什么情况？顾团长，你可算来了，歹徒绑架了人质，要求我们提供快艇出海。冷静，顾怀哲，你不能乱了分寸。跟他周旋，尽量安抚他的情绪，不要激怒他。有什么要求，先满足，我来击毙他。顾团长，这个人非常有经验，身上能一击致命的地方都被人质挡住了，还是等狙击手来吧。把枪给我！不要激动，放开人质，什么话我们都可以谈，要什么都可以。快艇可以给你，你要先放人质。放你妈个屁！放了他，你们还会放我走吗？告诉你们，快艇上给我准备足够的柴油、水还有食物，等我检查清楚之后，我才会放了他。好，都可以给你，可不可以换一个人质？别他妈跟我废话！准备我想要的东西。堂堂，敢不敢把你的命交到我手上？顾怀哲，我的命交给你了。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堂堂。顾怀哲，我想回家。好，我们回家，把尸体带回去，然后疏散人群，一定不要造成恐慌。顾团长，小沈他受到了惊吓，我要带他回家。顾团长，快带小沈回去吧，好好照顾他。没事了，到家了，安全了。我去跟你烧点水，帮你洗澡。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我不饿，我好累，想睡觉了。好，那就睡觉。别走，我害怕。好，我不走。我想要。顾怀哲，我害怕，我想要。
我想要。顾海哲，我害怕，我想要。天哪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没人见人了。等等，别怕，我在呢。刚刚啊，淑英姐送了点粥过来，你想不想喝？嗯。哎，我不走，我去盛粥。我想晚几天再去上班。先喝粥，等会儿我先给你们单位打个电话请假。糖糖，昨天晚上没有用那个东西，好几次了，每次我想去拿都被你给缠住了，所以这个事儿不能怪我。顾怀征，我昨天差点死了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怎么办呢？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想要跟你一起去做，想要跟你一起经历人生所有要经历的，所有的酸甜苦辣，包括为人父母。你的意思是？顾怀征，没有关系，如果有了孩子，那就生下来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不是说……在死亡面前，其实那些顾虑都不值得一提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到来，所以过好当下吧。别人有的，我也想要，包括孩子。顾怀征，其实你也想要孩子的是吗？之前答应我不生，也都是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吧。哎，那咱们更得抓紧时间了。等你怀孕之后，不好弄了。你真是……哎，你别闹了！乔深呐，你可太有勇有谋了吧！竟然能收拾住那特务！那特务啊，他开住你的时候，我心都揪一块了。你身上没事吧？淑英姐，我没事儿。再说了，那特务也不是我制服的，那是顾怀征一枪击灭。人没事都中，我要是你啊，那特务拿刀架住脖子，我都得吓死了。这样是恁张嫂子他们托我给你捎的，瞧你啊，一定得保好身子。这嫂子们也太客气了，谢谢啊。这最近啊，岛上都传遍了，说那顾团长拼命救你这事儿，他们都说啊，顾团长一定是看上你了。你给嫂子说句实话，顾团长是不是相中你了？淑英姐，我和顾怀征，顾团长啊是个值得托付的主，你可得把握住了呀！啊，听见没？好，我会的，淑英姐。台长，小玲姐，你们这是？小沈啊，欢迎回来上班。现在广播站已经全部改造完毕了，一只苍蝇也别想再飞进来了。这下顾团长也可以放心了。台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跟顾团长那个，哎呀，都懂。那天我们都看到了，顾团长亲自狙击了挟持你的特务，而且当着大家的面抱你回去。他对你的感情啊，我们都明白。不是我，沈姐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。明知道形势严峻，还把你一个人留在广播站。啊，小何，不怪你，咱们当时又不知道特务藏在了广播站，你不用自责的。这是我求来的，你带着保平安。
谢谢巧玲姐，我接收了。对了，台长，我听说县里要求咱们全县进行群众联防，共同防范特务破坏活动。我前期有一个想法，很适合咱们广播站。你说？咱们之前的反特活动呢，全都是念广播稿的形式，不够生动形象，也无法深入人心，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。所以我就想，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广播剧呢？广播剧？就是利用声音和环境音，让听众通过听到的声音来想象出画面和故事，就像是在闭着眼睛看电影一样。这个想法好啊，但是咱们弄不出来吧？台长，咱们不用弄得像电影那么复杂，就选几个简单的场景，让咱们广播站的同志来演就行。行。小沈、小何，反特广播剧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俩了。谢谢台长。第一宝是火眼金睛，勤观察。看人别光看脸面，要看行动和证件。第二宝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问得他心发慌，狐狸尾巴藏不住，及时报告不犹豫，布下天罗地网，让特务插翅难逃。你这广播剧做的是真好，你瞅瞅大家走到外头都跟那儿讨论了。淑英姐过奖了。其实啊，这都是我们广播站小何的功劳，我呀就是沾了他的光而已。不过大家能喜欢这广播剧，我是打心眼里高兴，就连今年春节我都更期待了呢。谁说不是嘞？这新年新气象，明年啊一定会更好。对，这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走。哟，买了这么多新东西啊！这腊肠跟着腊肉是淑英姐给我们的，这雪花膏和肥皂是单位发的福利。只有花生瓜子是我在社区福利站买的。那这件新衣服也是买的咯？这是我妈给我送的新年礼物。你也有呢，你快去换上。去快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秘密。其实你不太适合穿白衬衫。那我不适合穿，谁适合？我喜欢的人穿什么都没有关系，我不喜欢的人他穿什么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你穿军装最好看，不过我还是最喜欢你不穿的样子。还没洗澡呢，一起洗。别乱扯，我这件新衣服过2天就要穿的。谁让你撩拨我的？顾团长，田小姐这2天你领着小沈去哪儿了？出海逛了逛。小沈这是咋了？咋看着脸色真白了？他晕船了，路上一直在吐。哟，我勒个娘嘞！我勒个娘嘞！你咋吐的真厉害了？这咋看着有点像我怀俺家小子那会儿呀？
有了？难道我不是因为晕船才吐的吗？哎，我回家给你弄点生姜片，贴脑门上试试啊。顾怀成，我不会是真的怀孕了吧？啊，那赶紧去医院啊！不能去医院，那要去医院的话，咱俩关系不就暴露了吗？我还要工作呢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广播员。可是你这身体，那总得弄清楚是不是怀孕了呀？这医院必须得去。谁去医院？谁生病了？妈，你们两个谁要去医院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和糖糖了，来看看你们。糖糖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哎，对了，妈，你是医生，你帮糖糖看看，是不是怀孕了？孕吐很正常，以后呀，吃点清淡的，2、3个月之后，胃口就会恢复正常了。妈，这糖糖真的怀孕了？我把脉从来就没有错过，太好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。我要当妈妈了，我也要当爸爸了。阿正，你快去买一些叶酸和维生素，给糖糖补充营养，帮助小宝贝健康成长。哎妈，我还需要给糖糖买点什么吗？她最近啊吐得特别厉害。小申呐，顾团长，恁家来开了啊，淑英姐，这个是我妈来看望糖糖的。妈，这个是隔壁廖团长的媳妇啊。你好，婶子。小婶儿，你闻这味儿咋样？要是呛的话，我都不进去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腌的酸萝卜，给小珍压一下恶心。啊，糖糖她现在怀……哎妈，我带您先去后边休息一下。哎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走。呀，淑英姐，来，快让我尝尝。哎，好嘞，来坐。这么说你就懂了吧？糖糖怀孕的事情，她现在不能暴露。哎，幸亏我来了，不然呢，还不知道你让糖糖受多大委屈呢。行了，妈知道了，不会让别人看破你们两个的夫妻关系。谢谢妈。你哟，双胞胎，你高兴吗？我应不应该高兴？反正你高兴，我就高兴。那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一开始还想着顺其自然呢，可等他真的来的时候，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。其实，说实话吧，有自己的孩子肯定是个高兴的事儿。只是，你看他这刚一来就这么折腾你，我心里很难受。糖糖，我不想让你吃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？那当然不是了，你想要就要，我都听你的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呀？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你？要，只要是咱们俩的孩子，我都喜欢。虽然咱俩现在不同，但是咱们周围那么多生了孩子的，我可以挨个去取经。真的啊？我说啊，这咱俩的孩子肯定是集合了咱俩所有的优点。这皮肤像你一样雪白，眼睛像你，鼻子像我，酒窝像你，嘴巴像我。你说这个孩子呀，得多漂亮！可是我觉得明明嘴巴像我比较好啊，而且我的鼻子也很好看。行啊，咱们直接就生一个小糖糖得了呗。你说，那总得有点什么地方像我吧，不然还有我什么事儿啊？
那就脚趾头嫁你好了，我觉得你的脚趾头长得还比较好看。行。顾怀征，我们是可以承担抚养这个孩子的责任的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你要相信你男人。糖糖，这个你拿着，你现在只能吃下酸口的东西。这瓶柠檬水带去单位，想喝的时候就喝点儿。好，谢谢了。耶，小三儿，那个是你屋头亲戚人保姆啊？啊，我是顾怀征的妈妈，来照顾糖糖的。哎呦，哈，保姆，还有点稀奇哦，那个事情。哎呀，没见过团长妈妈来照顾小房改造的人哈。这位嫂子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顾阿姨别生气，这嘴啊长在别人身上，爱说什么由她去。说啥子大度嘛？要不是顾团长在这儿捧着，就你那个身份，哪个把你当回事嘛？这嫂子嘴怎么这么酸啊？怕不是家里的醋坛子翻了吧？哼，顾阿姨照顾我，那是我的福气，总好过有些人闲着没事干，专盯着别人的日子嚼舌根。啥子意思嘛？我妈乐意对谁好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智慧。这个海岛这么大，与其在我家门口多管闲事，不如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家的日子。你们那是仗着人多欺负人，我不跟你们掰扯了。哟，嫂子，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呀？哎呀，小沈，你来的正好。县里刚才打电话，咱们之前播的那个房特广播剧啊，效果特别好，点名了，让咱们再出一个儿童方面的广播剧。主题是教育孩子。我琢磨着这事儿啊，还是你跟小何来做最合适。啊，谢谢台长的肯定。只是这儿童广播剧我没有做过，怕考虑不周到吧。沈姐不用担心，你写的房特剧本那么受人欢迎，儿童广播剧肯定也不是问题。哎呀，小何说的对。小沈啊，你跟小何是广播站文化程度最高的，这事儿啊，你们俩多琢磨琢磨。行，我试试。好，那你们先忙啊。哎，小何，咱们岛上最特别的就是这片海，所以我想从海洋入手。沈姐是不是有想法了？我想写小海星一家冒险的故事，借助他们的经历啊，教孩子们勇敢，还能顺带提提海洋保护。这个点子好啊！海岛的孩子肯定喜欢海，小海星的故事肯定能让孩子们听进去。沈姐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今天啊，我去医院跟医生聊了一个下午，取了不少孩子精。你看，我都记下了。你现在孕头厉害，不能强迫你吃东西，可以准备点苏打饼干、柠檬水。关于吃食呢，要少吃多餐，还得给你吃点维生素。你把医生说的话都给记下来了。那不都记下来，怎么能照顾好你呢？哎呦，顾团长现在可是比我还要细心呢。对了，明天还得给你去买点钙片，不然你容易抽筋。睡觉之前呢，可以喝牛奶，吃坚果。吃坚果？哎，医生还说了，你可以多吃这个鸡蛋、小米、红枣，还有红糖。哦，哪这么多呀？阿正，糖糖需要早睡早起，孕妇可不能熬夜呀，赶紧让她早点歇着啊！啊，知道了妈，我们马上就睡。啊，
妈来了是贴心，就是我们说几句亲热话都不成。哎呀，妈也是为了我们好。睡吧，顾团长。哎。声音姐，走，快走！我呀，听说你怀孕了，特地来看看你。哎呀，哪有真金贵的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回日子可好过了。在我的教育下，你瞅瞅那衣裳啊，都是老料洗嘞。真的呀？廖团长现在都会做家务活了。哎呀，那还得是顾团长教育的好呀。他天天搁家洗衣裳、做饭、照顾人，这比例啊，老廖都坐不住了。要我说，这男的还是得干家务，家务活干多了，对这个家才有责任。哎，小沈啊，这有个事儿，我还是得提醒你啊。这最近啊，外头都有闲话说你仗着顾团长捧住宠住，都不好好改造，还让顾团长他妈给你做饭吃，还说什么资本家做派。哎，那嘴长在人家身上，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，我问心无愧就好。咦，你可别不当一回事啊！这会儿啊，外头可乱了，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注意点分寸，别让人家抓住了把柄。谢谢你，淑英姐，我会注意的。上，哎，糖糖，妈，都快10点了，别歇了，这孕吐刚好一点，身体还虚着呢。妈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反应还没那么大。一会儿把这杯牛奶喝了，10点半必须睡。我知道了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好。媳妇，刚妈跟我说让我监督你早点睡觉呢。我趁现在能写多写点，到时候肚子大了，哪还有心思搞工作？哎，顾海正，我想把小海星的剧本改成画本，这样孩子们既能听广播剧，又能看画本，我觉得这样教育意义更好，你觉得呢？你要做啥，我都支持你。但是现在10点半睡觉。哎，我现在啊，还真想让他早点出来了。小沈、小何，这个小海星冒险的剧本写得真好，既讲了海洋知识，又教了孩子们道理，县里肯定会满意。台长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想把这个故事画成绘本。哦，我画了几张草稿，孩子们既能听广播剧，又能看绘本，这样教育效果会更好。这个主意太妙了，我正发愁怎么让广播剧的效果更持久，绘本刚好补上。对了，你去找个会画画的老师。哎，台长，这草稿就是沈姐自己画的，她不光剧本写得好，画画也有一手。哎呀，小沈儿，你这还藏了多少本事啊？这样，绘本就交给你全权负责，我这就联系县里的学校老师，等绘本做好了，咱们搞一场绘本加广播剧的课程，让岛上的孩子都来看看听听。谢谢台长信任，我一定把绘本做好。哦，对了，下周一咱们单位组织全体职工体检，卫生所医生会过来，大家都得去啊，别缺席。
怎么了？看你闷闷不乐的。下周一就要体检了，这怀孕的事情怕是瞒不住了。其实吧，我早就想把这个事情摊开了，这隐婚却不是一个长久之计。我看你一天提心吊胆的，我也心疼。我知道，其实现在公开也没什么错，可是小海星的绘本还有广播剧的事都还没有收尾呢。我现在不想因为婚事还有怀孕的事情分心，能晚一天公开，我就能多一天专心做事。行，你想藏着，那就藏一阵儿，出了什么岔子，我跟你斗。坐。这是县里啊特意寄给咱们的表扬信，说咱们小海星广播剧啊做得好，还要把咱们这个模式啊推广到其他海岛学校。嘿嘿，哈，这是给你们的奖金啊！感谢你们为咱们广播站还有孩子做的这些事情。谢谢高台长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能得到县里的认可，比啥都强。以后我还跟着沈家好好干。你们两个呀，都是好样的，尤其是小沈，又写剧本，这又画绘本，一人顶俩呀。哎，小沈，你最近是不是伙食太好了？我瞅着你腰腹都圆了。哟，还真是啊，沈姐比刚来的时候胖了不少呢。可不是嘛，顾阿姨天天做我爱吃的，管不住嘴就吃胖。是吗？你该不会是……啊，没事儿，我那边还有点稿子要整理，先去忙了。孕早期本就容易饿，为了不被看出破绽，我已经很控制饮食了。怎么了？我胖了。谁说的？我媳妇这个胖瘦刚刚好。不难看吗？谁说难看了？好看死了。哎呀，你可别安慰我了。今天巧玲姐和小何都说我胖了好多。哎，那几个婆娘绝对是瞎说的。我媳妇现在特别好，真的。尤其是吧。想什么呢？医生说了，过了3个月就可以。你不是说我怀着孩子已经够辛苦了，你还想……你是不是人啊？确实，由奢入俭难啊。那要不……哎，我喜欢真刀真枪的。哎呀，擦脚。帮你揉揉腿。躺床上去吧，给你按按脚。哎，舒服。郭团长，看在你今天这么勤劳的份上，一会儿结束奖励你一个香吻。现在就奖励。哎，哎，好好干啊！这边这条腿也是。小沈，有大喜事儿啊！
什么喜事？我家老张说啊，顾团长成功狙杀特务，护海岛周全，司令啊升他为旅长了。哎呀，好啊！还要举办的联欢晚会嘞，这么隆重呢？也不是为了顾团长升职这一件事情，咱们军民啊，防特工作做得不错，得到了上面表扬，司令开心，想让咱们军民一起热闹热闹。俺家老廖说啊，咱们家属都得准备个节目。小沈，你说咱这儿表演个啥好嘞？既然是表扬咱们的防特工作，那不如嫂子们一起排练一场防特的表演节目吧。哎，这个中还能叫上你嫂子，咱们一块儿嘞。哎，对了，小沈，那你呢？你演什么？那我就表演一个诗歌朗诵，歌颂咱们的海岛和守岛的战士们。哎呀！太棒了！月是故乡明，守岛既是守家。下面请欣赏沈一堂同志表演的诗歌朗诵《战士的第二故乡》，大家欢迎。好。各位领导，各位人民子弟兵，各位家属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沈一堂，县广播电台的小沈广播员，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站到这个舞台上。我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这个海岛上，都是我们英勇的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和汗水换来的。战士的第二个故乡，送给大家。云雾满山飘，海水绕海礁。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？这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。人们都说咱岛荒，全是那石头和茅草。搬起那石头，修起那营房，这便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。好，太好了，真好啊！等，我有话要说。哎，我说两句，他是骗子，那个沈一堂不是啥子正经婆娘，他未婚先孕。还有这事儿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！看出来，大庆的日子里面，你可别胡说。真的假的？老赖媳妇儿，小沈上岛以来，那总是本本分分，以前的谣言哪回是真的呀？就是，这大庆的日子，你闹这么一出，是想让全岛人看笑话吗？我到处来说，那是亲眼看到的。前段时间他天天捂到肚子在那干呕，现在自己看肚子嗖嗖鼓起来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怀孕了，难不成是穿了石头啊？小沈那是吃胖了，我这才是真闲坏了呀。我天天跟小沈在广播站共事，他就是胃口好长肉了，哪来的怀孕啊？哎呦，我不信，我敢打包票，她绝对就是怀孕了。不然你们带她去卫生院检查下嘛，看看到底是啥子，一查一个不吱声。去。顾旅长，海岛司令在办公室等您，请您立刻过去。妈，都怪我，要是我早点听你们的，公开婚事，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。这司令要是因为顾怀征和我结婚怀孕的事情处罚他，那他的职位怕是保不住了。哎呀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阿征是因为立了大功才升为旅长的，司令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只是隐婚，
也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，最多呀只是批评几句，不会真的处罚。走走走。小沈呐，我听老廖说顾旅长被司令留在部队述职了，可能今儿黑不回来了。还是怪我，顾海生他肯定要被司令追责了。哎呀，小沈呐，这哪能怪你啊？那留在部队述职是常有的事儿，说不定啊，司令都是问一问顾旅长的工作，你可别自个儿吓自个儿啊。淑英说的对，阿正他心里有数，他不会让自己吃亏的，你放心。耶，曾一堂，你真的是个灾星！哎呀，顾怀真昨天被司令叫走，还是要当大美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跟你这种资本家大小姐在一块儿，没得好日子过。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，赶紧走，别在我家门口撒野。你们没得几天好日子过了。顾怀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……我没事儿，让你和妈受苦了。呸！光天化日之下牢笼抱抱，这啥子回事嘛？你真的是还敢说没有未婚先孕？哼，顾怀生，你这个要是让司令晓得了，他是要把你这个旅长的职给撤了。我和沈一堂是合法登记的夫妻，之前因为一些情况暂时没有公开，这件事儿军区的洪司令也是知道情况。司令昨天召见我，我也把整件事的情况向司令说明了，司令也特地打电话向洪首长证实了情况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合法夫妻，不存在未婚先孕。知道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了吧？赶紧离开我家！是。新婚快乐！干杯！干杯！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谢谢大家！谢谢谢谢。来，诸位，今天请大家来呢，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声抱歉。之前我和糖糖之所以一直隐婚，主要还是因为她身份特殊，容易引起旁人的非议，怕她受到委屈。当然，也隐瞒了各位这么久，希望各位见谅。这段时间真是谢谢大家的照顾，我一直都记着呢。隐婚的事情让大家跟着操心，还闹出那么多谣言来，真的对不起。来，我俩干了！干了！道啥歉啊？俺眼又不瞎，恁俩那一出啊，俺早都看出来了。那顾旅长呀，看他的那眼神儿，哟，你叫一个黏糊能拉丝儿了，藏都藏不住。这都是老赖媳妇那个憨货，他称不出来。可不是嘛！当时小沈说自己吃胖了，我压根就没信，那身形一看就是有喜了，我没好意思戳破罢了。小玲儿说的对，我早就跟淑英提过，这小沈的身形绝对就是怀了。现在说开了倒好，省得大家猜来猜去。哎呀，以后啊也不用藏着掖着，以后糖糖也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胎了。希望各位啊多多体谅。我这会儿啊就等着他俩的孩子落地，到时候呀跟我肚子里这个一起玩嘞。来，吃吧，吃这个，多吃点啊，尝尝啊。这个不错，我才不来。啊好，
你这刚休产假没几天，高台长在办公室天天念叨啊，说没了你这主心骨，不管是改剧本还是做活动，都忙得鸡飞狗跳，真叫苦呢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不过就是我在那边待的久了，大家习惯了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这肚子是不是快生了？听医生说还有半个月呢。对了，嫂子，淑英姐生了吧？生了，今天生了个闺女，眉眼随淑英，俊得很。这么好呢？我肚子疼，我肚子是不是要生了？阿正，阿正，快！糖糖，别怕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阿正，你别怕，糖糖不会有事的。妈，这都怪我，这糖糖吃这些苦，这些痛怎么就不痛在我身上呢？糖糖，你别怕，我就在外面，咱们就生这一次，就再也不生了，一定要好好的。恭喜沈一堂家属，2个宝宝都顺利生下来了，一男一女，龙凤胎，母子平安。谢谢医生，我媳妇怎么样？产妇一切正常，待会儿就可以出来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哦，你看这小鼻子，瞧这小眼睛，小嘴巴，长得跟阿正一模一样。哦，这么小，跟耗子似的。瞎说什么呢？哪有这么说自己孩子的？赶紧重说。糖糖，你辛苦了，你给我生了2个孩子，我已经给爸妈他们写信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来岛上，咱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。好，好。哎呦，真好，终于都好。小婶儿，你可别觉得现在不闹都轻松，等他会爬了会走了，那才是真费神。等他再大点，有自己的脾气了，管起来啊，那可有你手里。淑英姐，你可别吓唬糖糖了，她这半年带2娃，已经够辛苦了，再这样说，她晚上该睡不着觉了。我这可是实话实说啊。行了，我不打扰那2口子，我回去啊看俺闺女去。顾海钊，谢谢你。躺一个被窝睡觉的，谢啥？谢谢你让我在这个海岛上过上了这么安稳幸福的生活。我这辈子啊，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当初来岛上的时候，没有一时冲动跟你离婚。那要是再来一次，我当初没穿那件白衬衫骗你，你见到的是个黝黑、糙乎乎、一点也不讲究的顾海钊，你还愿意嫁吗？那可不一定哦，说不定啊，我转头就走。那我就再把你追回来。顾海钊，你唱歌给我听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树叶遮窗棂啊，曲曲儿叫铮铮，好比那琴弦儿声。